在贵州惠水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山巅的凹槽地带。这个地形啊，非常的特别，几边呢全是被这样的小山和悬崖峭壁所包裹，形似一个山顶天坑，并且它的底部呢就像是一个鸡蛋的形状。这个地形啊，真是非常的奇特。咱们今天呢徒步进去看一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惠水的大山里啊。 这个路呢是挖过毛公路的，但是它这个路上有一些地方特别的窄啊，我的车就开不过来。那么要从这里一直往前走，走到前方那个崖壁那边，然后再兜一圈啊，看着挺近啊。实际上呢，总的路程有3公里左右。从我停车的地方过来的话，这个湾槽里边呢也是一片荒凉，这所有的土地呢也都没有耕种了。 这个湾槽过去应该是有2、3栋的房子，但是呢也都是废弃的啊。我今天来探访的这一片地形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哈，它有点像这个新义万峰林的那种感觉，山包都不是很高，大概就是100多米。然后呢，一个山包接着一个山包的，它山包之间呢就形成了那种坑荡，或者说一种峡槽。 那很多的峡槽里面呢，它都有居住有人。这种地形啊，居住的人家户比较少的情况下呢，基本上都是往外搬。你别看这边的山不高啊，但是呢，它都是那种悬崖峭壁的感觉。那如果说这一户人家正好住在山巅的一个坑荡位置的话，那它的公路必须要走悬崖峭壁才能修得过去。那相对来说，修公路的成本就比较高，所以呢，大多数人都是往外搬的。 看，我们过了一个垭口之后呢，又在这里发现了有几户人家。看到这个周围没有？全部是山包围绕。那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溶洞。这儿呢，看到有3、4栋的房屋，但是好像只有下边这个房屋有人居住啊。还养了好多鸡，有一只狗狗向我跑过来，2个呀，不会咬人吧？你看，尤其这种不声不响的。 你看，这挡住我去了，不要过来！这家伙看着有点吓人，我跟你说。你看他那个嘴巴，就像要咬人。走，2个我还真不怕你，多了我怕。这家是有住人的。 刚刚咱们看到有个小朋友，他们在外面还在搞那个玉米，然后这上边几家不一定啊。哎，这家好像也有人在家的嘞。这个房屋门前这么多的南瓜，还养了鸡。这2个房子是没人住了。 走他们家的院坝过了下边这个小寨子，咱们就开始走这个小路了。他们这边的土地啊，还真不是很好啊，都是石头，这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石头。去上面，你们去割草了呀？ 哦，还要走好久啊？还要走好久啊！我也不知道你去哪边。我去上面那个荡荡的。荡的应该10分钟。10分钟哈。你没读书啊？对，这2天放假。哦，放假了哈。读高中吗？初中？你都读大学啊？厉害哟！大四了，那不是马上？ 要毕业了，哎呦，辛苦辛苦还要回来背东西啊！你们这样子很大的，你没得办法。是。你让别人来在家里做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汗都走出来了。那个小姑娘，我还以为在读初中还是高中呢，结果人家都上大4了。完了，我现在这个眼神直接不行了。这一段完全是石头路。
还要在森林中穿梭一大段。这里有一个弯槽上去，这个弯槽里边的也有2栋房屋，但是这栋呢没有居住人。上边一栋有居住人啊，那些土地都有耕种。咱们要来的呢是这边啊，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一户人家的庐山真面目了。怎么感觉还要往下走啊？我以为是整个平的呢。这里放有很多奇形怪状的这个树根，这树根要放在城市里也能挣钱的啊，挺漂亮的。然后这里看到没有，有个洞穴啊，那里筑有一道石墙，有水管拉出来，我估计那里面是存水的啊。这好多包粽子的那个粽子叶，这要是离城区近的话，端午的时候是吧，可以采这个叶子去卖啊。咱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已经听到鸭子叫、狗叫声了。然后这里有3栋房屋啊，这边呢估计是刘兰猪圈。这里的地形非常的奇特哈，看看这个后边的山有100多米高，而且呢都是特别陡的这种悬崖峭壁。那我呢是从这个山口过来的，这里呢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山顶天坑的感觉，整个四周呢你是没有办法发现这里的，除了咱们无人机空中的视角啊，你不走到这里的话，你根本看不到这里会有人居住。后山呢就像一个金钟一样的，对吧？然后他们居住的房屋呢就是在这个金钟下边。你们觉得这个地形怎么样啊？我觉得非常不错哈。听着狗叫的声音，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出来打招呼啊。我估计是不是又不在家呀？那儿有些衣服挂在外边的，居住是肯定有人住的啊。因为呢，这个今年种的水稻都刚收。这一块田也是天坑里面最低的位置。你们说，整个周围都是山围住的，这个地方呢最低洼，一旦涨水的时候呢，这里会不会被淹？你们说一说。我估计主人是不在家的啊，只不过呢，咱们也是上来这里参观一下。这些房子呢都是2列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是整体的，那个房子呢拆掉了1间，包括这一栋房屋呢也是有拆掉1间啊。那边呢是厢房，还有刘兰猪圈，这个呢也是刘兰猪圈啊。狗狗是拴在这里的，那主人是不在家的啊。咱们看到这个门上锁了，然后居住的人是居住在这里的，养了一些鸭子、鸡，然后养的有牛吧。这个呢是以前存水的水缸，这一个也是，你看到2口水缸，就证明这里怎么说，就以前是2家人啊。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宰基地，没有人在家呢，咱也了解不到啥东西啊，只能带大家看一看了。我拍视频啊，不是每期都有看点，为什么呢？有时候你走了几公里走到人家家里，结果呢没人在家，你也不可能在那等，对吧？你不知道人家何时归，你不知道人家出门了呢还是在山上干活，你在那等着就是不确定的。有时候一等一锅大白水，所以呢，一般来说，我到了目的地看到没有人在，可能会喊几声。如果房屋周边都没人的话，那咱们只能放弃往回走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估计以前有4、5家人左右啊，现在呢，可能只有1个老人留在这里。这个地形是非常的特别的，周围呢全是这种悬崖峭壁的高山所阻隔。这个湾槽里边的土地啊并不多，可能有10-20亩吧。但是这些山的外面有一些峡槽呢，也是有土地的，但是没有人居住，估计呢也是他们这里人的土地啊。所以啊，在以前的时候，这个生活肯定是无忧的。回到咱们刚才的话题啊，你们觉得坑底最低洼的那一块田，在下大暴雨的时候会不会被淹？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一座大山上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，那里有个崖壁，大家看到吗？在这个崖壁上面呢，竟然还有一独户人家居住。这个地方呢是三面环崖，后面呢是靠着大山的，环境非常的漂亮啊。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绥阳县的大山里，看到我身后没有？群山环绕，非常的漂亮。站在我这里呢，真的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我从山下的村庄走到这儿呢，差不多已经走了10分钟了。然后从我右手边这里上去呢，有一个大平坝。听山下的村民讲啊，上边竟然还居住有一户人家。咱们今天呢，就上去探访一下。电线呢是从这里拉上去的，这边呢是以前挖了一条毛路，只不过现在呢都是杂草丛生啊。我们上去感受一下住在山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大家可以看一看站在山上我的眼睛看到的风景啊，非常的漂亮。我现在差不多快到山巅了。这2天走在山里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鸟语花香，然后所有的绿色的植被呢也都差不多发出来芽了，看着就是绿油油的一片啊，心情舒畅啊。之前到深山里面呢，有些时候可能是拍视频，现在的话我更加的享受这个徒步的过程，走累了呢就歇一下，走累了呢就歇一下，就当这个徒步锻炼身体的这种感觉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了，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是风景非常的漂亮啊！刚才我跟大家说过，后边呢山那边呢都是原始森林，是延绵几十公里、上百公里的这个原始森林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啊，它是一座小山，正好居住在这个山坳的一个位置，整个四周呢全部是大山围绕住这个地方的。哎。还养有一个小狗儿，这个小狗好像不是本地的品种啊！别咬啊，咬啥呢？嘿嘿嘿嘿，咦，还挺凶的，是不是我拍到你在那方便了，你不高兴？哈哈哈。吃饭没了噻？正在吃，吃过了。
吃过了。没让找。找哦，我们吃了早餐的。不要咬噻，不要咬。你不要眼辣的嘛，我看到你都怕。这狗本它不是那本地的品种哦，我就看着不像本地的品种，是哪就回来的嘛？真的。哦。他也搬家的，搬了他就调到另外一家去，我们兄弟的去，他还喂2局，他也喂不着，我也没就带我说用哪个去？哦，哪家就说哪个？那是宠物狗儿。啊，哪家就说哪个？他现在已经喂了居然是7年了。喂了7年了。啊，这房子都还大哈，长屋杆的啊。大嘛就是人不多。就是你们家。啊。这一个山全部是你们的吗？我们的占大部分。那边还有个狗狗菜市几家人哈，走几家都要走半个小时。你这边正好是一个，几边都是大山围起的，就中间一个山冒出来的，这个位置还安逸嘞。安逸啊。啊。清静哈。清静啊，然后地势坐起也安逸啊，你这又平了坐的地方。我好像看到你们这两个两的。啊。他不是做生意了吧？那就是他了嘛。你们现在几个人住这了吧？就是你们2个。很年轻的嘛，他都自己过自己。是，确实，年轻的在这个山里他鼓不住。只有你们这一代人呢，在这里搞习惯的。不要，一点都不要，我吃了的。干饿了。我才吃了就走，爬起上来，不用管我。你哪里吃的嘛？就是许阳过的那个镇上，叫啷个镇？啷个呀？对，毛腰镇吃的，你不管我。你们是啷个关系啊？舅哥。家里面送来的。哦。带来耍吗？是。耍。带来耍哈。你们这边姓啷个？你们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？小时候就是住家，88年的。88年了。就是做什么搬过来的。当时干那个搬来镇的。地方也分家嘛，就。也分家，地方顾不下，就另外找地方。就另外找地方了。咦，找到这儿来，带到这片山还要得。那你家的山那些不都有几百亩哦？差不多哈。差不多。现在年轻的在屋头他也顾不住。这些老姐姐、老婆婆在屋头顾下算了，自己地方去。你们年纪应该都不大呀，60。你看到哈？60左右呗。今年都70。今年都70了。这个山里面身体好呀，还在干那么多土地。都不爱干。不爱干的哈。喂的有养生了，行不得？喂的有晒干的。喂猪嘛就为了过年咯。搞生活。你应该70几了吧？长2年。你看他长了哈。我感觉那个看起他好像长你了啊。一家有几个呢？2个普通。都出嫁了哈。出嫁了，我他这边是2姑娘的。在生意这个。在医院这个是2姑娘。大姑娘就在外地的啊。大姑娘在那里，在许阳路园，结婚了才3年了。路园买了房子。现在在外面打工。现在就是2个人住2个人吃，有空的时候找他们耍哈，没空懒得去的。对。是吧？自由自在的安逸玩的。就是今年这没叫，现在些大的。之前还去带个娃儿是吧？要带噻，带高级持续的高级的啊。这一代整一代。持续的整一代啊。2姑娘看嘛，就是那是我们做喽。2姑娘是跟到你们做。老2姑娘又整了个好工作嘞，她读的啷个专业呢？我读的卫校啊。读的卫校。黄杨上了5、6年。已经上了5、6年了。我黄杨都上了5、6年，这个登记都是2、3年。医院都是铁饭碗。是嘛？那个时候我简单的，像我的孙子他都转不成了。所以就打电话，我们爸把我转的人，转不到。喊我提前回来。你们大姑娘家咋子又打电话来？老二不转了，我转来。你转的这，要帮补几千块钱去了。对，这么难了哈，福建的。你生日他走福建转来？咦，真的要几千块钱呢？坐飞机了吧？他们是现在都坐飞机啊。那你这姑娘孝顺了。
哎，在那个公园园里头可以，公园也可以嘛，女婿也可以，都好哈。都好。人家说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了嘛，都是人好，他就是进来的都是好人了。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秦叔叔他们家的风景啊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这些草皮啊，天然的草皮，你们说在这个地方搭个帐篷，在这里露营，是不是很爽啊？你们看到对面没有？对面那个山脚那个位置呢，还有几户人家居住在那里啊。中间呢隔有一个斜沟，然后他们这边呢也可以走到那里去，大概走半个多小时。这边整个环境大家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现在只有他们一家人住在这里，这个秦叔叔呢，他们就是2个老人家在家里，另外一个呢是他的舅哥，只是偶尔到这里来玩一下。我们从那边上来呢是一个比较陡的斜坡，上到这里来之后呢，就发现这里是一片平坦的地方，所以资源非常的丰富啊。整个房屋周围全是这些沙树啊，全是这些很好的这些木料啊。如果说是允许卖木料的话，我感觉他这里这些木料都要值不少的钱。这个叔叔呢也是一个有佛之人啊，他们2个女儿，大女儿在县里，二女儿呢是在遵义，都有正式的医院的工作。耶，还有蘑菇吗？你还捞捡的哦。哦，马山菌哈。你们这边的这种野生菌也多的嘞，山里面。他们这个小狗叫狮子，周老师。狮子，小狮子，我走喽。这个叔叔呀，他们老2口现在真的是在山里面享福呀。大女儿在绥阳买的房子，二女儿呢在遵义买的房子。他的这个二女儿、二女婿呢，都是在这个遵义的医院里面有正式的工作。我感觉呀，这种生活可能是很多人想追求的。就是年纪大了之后，在山里边有一片土地，想做呢就做一点，不想做呢也可以不做啊，就靠山里的一些资源呢也能够生活，然后呢能够悠闲自得的过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呀。朋友们，如果说给你们这样一个漂亮的地方，只是交通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，你们愿不愿意啊？在贵州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大山之间。这个地方啊，看去土地肥沃，环境优美，整个房屋的周边土地呢，大部分都在耕种，那么就证明这个地方呢是还有人居住的。要来到这里呢比较不容易啊，我们车子只能放到山上。虽然这里呢有毛的公路通过盘山道下到峡谷底，但是这个路上呢全是石子啊，车子是不敢往下开的。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已经步行完了上边的盘山道，来到了峡谷底。看到我身后这里没有？有一道山门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大家注意看这个路面的草啊，这条路呢基本上没什么车跑。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从这里步行过去到那一户人家去，大概呢需要走半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哈。走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特别幽深幽静的一条峡谷。这个边上呢还有一条水沟，只不过呢现在这个水比较小，听不到啥声音。这个地方呢就非常的明显，看不到车开过的痕迹，地面呢全部是青草，已经长出来了。这里就是水沟里边的水，比较小啊现在。我们从这个路一直走过去，大概还要走10分钟左右，差不多就到了。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一片平坦的地带，看到电线没有？这是拉到这边的电线，然后这边这些杂草挺多的呀，感觉搞养殖不错呀，这么多的这个毛杆草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一户人家的房子了。哎呦，这个位置看起来老舒服了，非常的宽敞，这些土地呢也都是种起来的，好平呀这里。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像这个以前地主家住的房子一样？哎呦，这门口有这么大一颗中苞，这个中苞米都可以吃了吧，有点老了。那咱们看看这边是这家人的牛栏猪圈，
这里还有一个烘房，难道以前烘过烤烟的吗？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呀？人到哪里去了嘞？门都上锁了。现在呢，我是站在这个房子的正前方，看一下对边的视野，群山环绕啊，视野也非常的开阔。遗憾呢，这人到哪里去了？大家看看这里的环境怎么样？房屋的话是长5间的，那后边这个山呢也不算高。目前这栋房屋居住的呢是一位91岁的老人，那他经常呢会到县里面，到儿子那儿住，到那个女儿那儿住。那他住几天之后呢，他又可能回来住这里住几天。也就是说呀，他单独居住在这里的时间呢并不是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这片地方呢非常的大，有好几百亩的面积呢都是荒山和土地啊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养点羊、养点牛肯定是比种玉米要强得多的啊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遵义绥阳县的大路曹乡，开车路过这里啊，发现这里有一个小组呢，好像已经像一个荒芜的村庄一样，很多房屋呢都已经没人居住了。我们进里边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的硬化公路呢是通到外边的，然后从这里有个毛路上来，这个路呢也修得非常的陡，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水流也比较大。然后这个小组呢，就是居住在这里边的一个山脚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木房子，这些房子呢，大多数都已经是废弃在这里，没有人居住的。那这里还有一条毛路呢，是一直往上修的，不知道山上还有没有人居住啊？那我们就从这里走进来，这里边看一下。可以看到这一栋房屋呢，也是属于这个丢弃的状态，包括这边有一些吊脚楼。这个吊脚楼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啊。躺在这个上边可以看到山外的风景。那这个村主的风景也是非常的好看啊。后边呢是高山，对吧？这边呢有很多的沙树林，但这个村子呢就是隐匿在这个峡槽之中一样哈。你在外边你根本看不到这里边。那他们这个村庄是什么原因呢？就全部都不在这里住了呢？我也没太搞明白啊。哎，老娘，哎呀，吃饭没到？我吃了嘞，那够不咬人嘛？这边的房子为啷个都全部烂的呀？还在外面买。所以说这里这一片房子都没得人住了。没得，那些只有要不要回家人们。你也是一个那屋头啊？我嘛，我那底下。哦，就是底下栋楼房是你家小建的。然后这里就是你一个人在这儿。可惜了，这些房子全部都烂的哈。这个老人家说呀，这些房子全部都没人住了，你们看看，多可惜啊！以前建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是费了不少的功夫。这个吊脚楼房屋非常不错啊，它是2层的。啊，我们看到院坝呢都全部是长满了杂草。这边有些老物件儿，风车，这个大家认识吧？就我们农村的一些黄豆啊、稻谷啊、玉米啊等等，收回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灰尘、渣子，或者说细小的那种要淘汰的，那么就用这个啊，这个风车放在里面，就用这个来转。这里呢出来的就是好的，那边有一个2斗啊，这个叫大斗，那个叫2斗，2斗出来的呢就是次品，后面出来的呢就是灰尘、渣子什么的。这个是大门的中堂，哎，两边还建有一个门来关着。这个呢叫做挂，挺有讲究的。然后这边呢是晒粮食的一些晒店，你看这个晒店都还挺好的。只不过呢，这个房屋呢全部都漏水了。这也是以前的这个青瓦，青瓦的话，它基本上每1-2年吧，需要上去翻新一遍。你不翻新的话，就有很多地方呢就漏雨。有时候山里有这个冰雹啊，它就把瓦片打烂，打烂的一部分呢，你就要去处理一下。像这种青瓦房啊，特别是青瓦呀，现在都没得做了，都是做的水泥瓦哈。所以这种房子呢，一般来说
你要把这个青瓦重新翻过呢，只能说2栋房屋来把它并成1栋房屋用啊，因为你再去买青瓦了，现在基本上也买不着了。很多朋友啊，不是跟我说你们喜欢这样原生态的地方吗？看看我身后这一栋房屋啊，这个位置就在这个村中非常不错的。这边呢有毛路可以开上来，然后这里呢有大的院坝，然后它这个房子居住的位置呢也非常的向阳哈，前方呢也比较平坦。哎，这个房子我觉得是可以改造来住一住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我目测了一下哈，这个地方的房屋大概有20-30栋，只有3-4栋房屋呢有老人在这里留守，其他的呢全部都是像我身后这栋房屋一样荒废在这里了。不少房屋房顶的这个青瓦呢都已经损毁殆尽，我估计啊，如果不及时修整的话，可能再过几年，基本上大多数就会坍塌了。真的是觉得挺可惜的。很多城市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，我们农村的老一辈啊，为了修这一栋木房子呢，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。这里的每一颗柱头、每一颗板材、每一片瓦，都是要大量的人力运到这个地方，再建这一座房子。这每一栋房子在打地基、在修房子的时候呢，都要集全村全组的人力呢，才能把它修好，不是1-2个人、2-3个人就能把这栋房屋修好的。所以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一栋房屋修建需要花多少时间吗？大多数需要花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修好一栋房屋。所以说农村修的一栋木房子啊，真的不是用钱来衡量的，因为这里面掺杂了老一辈太多的心血在里边。所以啊，每当看到这么漂亮的房屋慢慢的就损毁在大山里呢，还真的是有诸多的感慨。但是这些现实状况呢，也是很无奈。时代在向前发展，确实是非常多像这样的村庄呢，都在农村慢慢的消失，因为年轻人已经离开了家乡，工作、生活、交际，甚至小孩子的上学都在城里边，要回也回不来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毕节织金县的大山里，我的身后呢就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，下方啊还有一个村子居住在这里。这个地方呢3面环崖，1面江水隔断啊，也就是说他们这下边的这个村子要想出去呢，除了从江面坐船，然后从这个悬崖峭壁爬上来之外呢，没有别的路啊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属于毕节织金县，下边呢就是百里乌江画廊，然后对面呢就是黔西的地盘，也就是说这里呢属于2县交界的一个位置啊。我们从空中来看啊，下边这个村子呢真的就像世外桃源一般啊。我从上边走到这儿呢，差不多都走了10几分钟了，然后现在呢我要从这里下悬崖峭壁到这个村子里面探访一下，走。就在这个崖壁上的一个小道，它是来回的折返来折返去的，下到崖壁下的。可以看到以前在交通不便的时候呢，这条道呢也是他们下边这个村子出山的唯一的通道。你看这些路边的这些石头呢，也都是他们一块一块的给它做成这种石梯的形式的。大家看，从我这个位置呢就能够看到这个村子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在前方这里，村子。我这里下去的垂直距离的话，应该还有300米左右。那我们还要继续的往这边走，然后到崖壁上慢慢的折返下去啊。虽然说他们现在的交通工具的话，经常会坐船，但是看得出来这条路也是经常走的。这个下边真的是绿野仙踪的感觉，特别的美啊。他们当初来做这些石步梯上崖的时候呢，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啊！你看这下边全是装的这种石步梯，这个风景你们就说好不好看吧？终于下来了，朋友们，已经看到他们的房子了，炊烟袅袅。哎呀，还有几百米就到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从上面走下来，我都差不多走了1个小时，不容易啊，汗都走出来了。这里就是乌江，这下边是他们的土地，然后马上就到村子里边了。看看这个下边啊，土地肥沃，地势平坦，但是后面呢全部是悬崖峭壁，包括他们用的电呢，也是从这个崖壁上拉下来的。
这里呢是集中着一片房子。那你看他们这个房子呢，也是用的这个水泥砖，这个不知道是外边运进来的还是自己那个在这里做的呢。大概有好几家人哦，应该估计都有10家人。这上边人多，上来玩一下。找香友来了，吃饭没到？还没有啊？喝一杯，你们在干酒啊？干酒了啊！咦，大清早的来整酒啊？坐下，桌子呢？你们喝，我不喝酒。我不喝，真不喝。只特3月3的。3月3。是啊，农历3月3要杀鸡杀猪的。呀，那你们是大干了？大干啊！今天是农历的3月3。他们几家人在那打火啊，然后在那里喝酒，在那里划拳。哎呀，我就不好拍了，我到这个江边去看一看。大家看到他们上面的房子呢，都是用水泥砖砌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有砖。那他们这个水泥砖呢，是通过船只运到这个乌江的边上啊，然后从这里呢背上去的。我身后这里有几条小船呢，就是他们村民出行的一个工具。这个乌江的江面现在的宽度大概是100多米，然后这个深度呢也是100多米。以前呀，这个江边呢还住有10几户人家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悬崖峭壁之下呢，总的住有38户人家。这个江水蓄出来之后呢，江边的人就搬走了。这个下边居住的呢，都是苗族同胞啊，祖祖辈辈在这里居住已经有100多年了。这边有个奶奶在吃饭，我们看看她听不听得懂我说话呀？养了好多的鸡仔。奶奶，你听得懂我说话不？听不到。你一个人在家呀？年轻些子女，年轻些在家嘞。在家嘞哈。你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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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管我。那你坐。好。身体不太好。身体不好。哦。子女身体不好，哎呦。你们在这边住了好多年了吧？住了，我这来的40多年了。你都来这边40多年了。以前家也有几家。以前只有几家？以前家有几家。现在要出去都是坐船哈。哎呦，我们这个在海平里了，要去搞一个农场，也要爬一大坡，那要下一大坡。我看你有点渴呀哈。这个拿给你吃下，你身体也不好啊，这吃了好的。这个身体不好啊。这是天麻，你认得到吧？你第2天要吃的话，你头天拿来把它用烧开水把它泡起来，泡3盖就行了。炖鸡吃啊？对，拿炖鸡吃。他们几个人还在那里喊拳，还在那里喝酒。我感觉他们苗族人喝酒真的厉害，还在喝。他们喝的正欢，我也不去打扰了，我慢慢走了。走喽！我不要落我这上了，我走了，你慢慢的喝啊，走嘞。如果我有2个人一起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他们干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弄啊？没有办法跟他们这个划拳呀、喝酒啊啥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以前呢，咱们管这个叫与世隔绝，现在呢，咱们把它称作世外桃源。刚才那个奶奶呢，也跟我们聊过啊。以前呢，这个江水啊没有填出来，不太好行船啊。没有行船的时候呢，他们真的是要从这个崖壁上翻到那边镇上去赶集，大概来回的话得6、7个小时的时间吧。现在呢就要方便很多，可以从江边坐船，然后到前边去。当然，他们如果说不坐车，要步行的话，还是走这里去赶集呢，更加近一些。这个上边呢就有公路。目测中间他们居住的这一片地方呢，大概有200-300亩的样子吧。这个土地森林资源还是比较广的。从这个地方开始啊，一直到这个黔西那边这一整段呢，就被称作百里乌江画廊。这个崖壁的中间呢，有一个断裂带，这个断裂带上呢，就长了一排的这个植被。这一些断裂带的植被啊，就像一条绿色的腰带缠绕在崖壁之间。
加上这个崖壁上的这些花纹的点缀啊，就形成了一幅山水画。所以说这个地方被称为百里乌江画廊呢，也是名不虚传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啊，其实是可以开发乡村旅游的。你可以来爬这个崖壁啊，你也可以坐船，在这个村子里边呢做一些项目，对吧？大家来这里有的玩的，有的吃的，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愿意到这里来耍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们听说过鸡下蛋、鸭下蛋，听说过恐龙下蛋，但是你们有听说过一片崖壁可以产蛋的吗？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骷髅寨，就有一片崖壁呢可以产蛋，就是我身后这片崖壁，每给30年呢就会从崖上产下一枚蛋滚下来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咱们今天就来一起看一看。这里呢就是进入产蛋崖的一个大门。那看到这两边写的字没有？这个是他们水族自己的文字。这边呢是天公地母运寿崖吉蛋，这边呢是灵山水神乳绿野金秋，上边的横批呢是甲午端月云山雾景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认识这些水文？其实不是啊，它这个边上呢有对应的汉字。看到没有？这边挂了好多的这个红布啊。然后都是很多人到这里来祈福的。哇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么多的石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蛋的造型啊，也是各有不同啊。那看到这个石蛋上边呢，有一横一横的这种纹路啊，就类似于咱们这个古树的那个年轮一样的，好像一沉呢就是一岁这个感觉哈。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摆着几枚石蛋，这些石蛋呢都是从上边那一片崖壁掉落下来的。那么每一个石蛋呢都有这种不同的这个纹路，这个真的像一颗蛋，尤其是像这一颗，大家看看边上有很多的这个龟裂纹啊，就像是古代的大鸟生下的蛋，然后成为了化石的这种感觉。怪不得呀，有人说这个蛋呢像恐龙蛋。看到前边那个地方没有？这些地方呢也摆了有10来枚、数十枚的小蛋啊，上边也有。然后这里边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石蛋。那一片崖壁呢，上边那一片崖壁呢正在孕育一些石蛋，看到有些石蛋呢好像很快就要掉落下来的这种感觉。这个石蛋呢大概是每给30年呢就会往下掉落一枚，就是从上边那个崖壁上掉下来。直到现在呢，都被称为世界未解之谜啊！甚至当地呢悬赏50万呢，让人来破解这个谜团呢，至今仍未破解。听说呀，很久以前这里并没有人发现，山下骷髅寨的一对水族夫妇呀，结婚了很多年之后呢，他们都没有小孩。有一天呢，这对夫妇的女主人呢，就来到了山崖这里，看到这里呢有一处闪闪发光。当他走近一看呢，就发现这里有一颗石蛋，于是呢就把这个石蛋当作珍宝。他觉得呢这个是天公地母孕育的龙子啊，欣喜若狂。于是呢他每天都跑到这里来抚摸这枚石蛋。没想到第2年呢，他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于是呢这里被下来的蛋呢，就被他们都抱回家，视为很珍贵的东西呢，放在了自家的门口。有人就说呀，这个是不是古代的这个恐龙化石？实际上不是啊。有专家推测，产蛋崖形成于5亿年前，由碳酸钙分子在特定化学作用下渐渐凝聚在一起结合而成。随着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啊，这些石蛋暴露于地表，最终呢因风化和流水的侵蚀作用而逐渐从崖壁上脱落。所以说呢，这些石蛋肯定不是恐龙的化石啊，因为恐龙距今最远呢也才2亿多年。我其实也注意观察了这些石蛋和岩壁的关系，它们的材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在这一片崖壁上，为什么这些石蛋会脱落出来？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的石蛋？而这个石蛋呢，就像是亿万年前有人放进去的一样，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呀。我们注意看这一片崖壁啊，以前的时候它应该是一整块竖下来的。而经过千百年来不断的产蛋呢，你们看这一片崖壁呢已经凹进去了。
因为我们知道已经产出来了100多枚蛋，那么这100多枚蛋放在这个位置呢，可能正好填平这一片崖壁。所以你们看，真的是像这一片崖壁孕育了这么多石蛋的这种感觉哈。仔细想一想，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。怪不得他们当地人呢，把这个地方称作天公地母，把石蛋呢称为龙子凤女啊，还真的是像那么一回事儿的感觉。紧靠产蛋崖的是咕噜寨，这个村寨呢已经在这里有1000年之久。水族人的房子、衣着、生活方式啊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但唯独在咕噜寨呢，还有一个其他村寨没有的特点，几乎各家各户都收藏着从产蛋崖生出来的石蛋。咕噜寨的人啊，都以家里有石蛋为荣，因为只要谁家里有石蛋呀，谁家就能人畜兴旺，衣食无忧。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啊，都觉得很神奇，想把这个谜底解开。慢慢的呢，这个事情就越传越广，后来呢，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一探究竟。可惜谁也没有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直到现在为止，产蛋崖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它和安顺的洪崖天书并称贵州2大未解之谜。今天竟然有家门来了啊！啊，父亲今天家门到，好像天上落哎了牛。呦！在贵州独山县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原生态的布依族村庄。整个村庄建在山体腰部，四周群山环绕，下方2条河流交汇，真是一个风景优美、人杰地灵的地方啊！但是想要来到这里呢，并非易事，需要徒步1个多小时呢才能到达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贵州独山县隐山镇的夹缝岩，顺着我身后这条河流，这个峡谷进去几公里的地方呢，还有一个原生态的村庄，据说还有几户人家居住在那里啊。今天咱们一起进去探访一下。哇，这里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这里呢好像是准备开发景区啊，但是现在呢是没有运行啊，所以说呢进这个峡谷是免费的。这一段峡谷呢大概有10公里长，据说这里边呢风景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还有瀑布，还有一些石柱山峰什么的，挺美的。这个景儿啊真的是太美了。哎呀，走了个把小时了，挺累的，坐这儿歇一下。他们山上这个村庄啊，虽然说不通公路，但是他们几公里的徒步道呢是硬化到家的，所以说出门呢也比较方便。年轻人呢甚至可以从这条路来回的骑摩托车。这里边的植被啊非常的丰富，这些沙树呢也特别的粗壮，看看都这么粗。像这种沙树的话，拿来做木房子的中柱的话都已经大了啊，要不了这么大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村里了，他们这里种了好多的茶树。哎，这2天我们贵州安龙的金字塔特别火，你们看看对面那个山是不是也有金字塔的感觉？那个石头一圈圈的围着往上垒的。这家是进村的第1户人家，他们这边呢还密密麻麻的好多户人家嘞。下边应该是牛栏猪圈啊，然后上边呢是住人的。这里风景真的是太好了，大家看看，整个这几户人家就是群山环绕的同时呢，然后视野又非常的开阔，就是隐匿在这个大山中的一片世外桃源啊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你看这里几排房子，然后呢门前还有水田，这里呢刚撒下去的这个秧苗哈。哎，叔你在做啥？在秧。育苗吧？是育苗哈。啊，先放在这里面，等它大了之后再切来摘。你们这里是有多少户人呢？总共18户。18户。啊，对。是什么族呀？布依。是同一个姓吗？同一个姓，姓刘。姓刘。对，这里17、18户全部是姓刘的。对。哦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个书跟我们说，这里是布依族的村寨，他们的建筑全部是2层半的，这房子建得挺漂亮啊。
吃饭了没有？是？没有，还早呢。还早呢。嗯。哦。你一个人在家呀？对。哦。旅游啊？旅游，对，走上来玩一下。就你一个？一个人呢，走了好久才走上来。你们这边的房子都是这种哈，都是2层多的。下边1层是不住人的。下面不住，人住在中间。人住在中间。上面是做洋式的。你们这个寨子有多少年历史了？好像100多年了吧。100多年了。这以前老祖先怎么会想着跑在这里边来哦？其他的大地方，在那个地方站不住了，就往这个山里面跑。现在呢，这个年轻人呢都不在家喽。不在家，年轻人最年轻的就是他。最年轻的就是他。你在家干嘛？采茶。家家户户种茶吗？你们这边？好，茶叶是主业，这边就叫毛尖是吧？哦，每家的土地多不多？这个坐一下再走吧。好，好，坐一下。哎，这房间里面大哟。停电了？对。你们这里还好，有10几家人嘛，人还挺热闹的耶。60多个，他们搞工作啊，小孩出去读书了。现在只有北户只有1个，是2个人守家了。总的就20来个。哎，总是20个，一共60多个。去年的时候，我在江苏啊。去年你也在江苏？对，就是我妈妈就是90多岁了，也回到找看她了。91去采茶去了。就是他从小就在这里吗？从小在这里呢。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这么多家人。2户。那你们这里一半都是他的下边吧？应该。嗯，对。我就说，就是2户人，然后就发展成17、18户。主要地方也多，这里边这些所有地方应该都是你们的哈。整个都沙县，沙林最可的就是我们这个城，这个是个小土。我们坐在这里，说我们在做小台湾。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呀，环境也好，然后土地资源、山林资源也丰富，是吧？对，沙那个不得了，那多了。嗯，因为你们是10姊妹。哎，对。7兄弟。哎。3姐妹。哎，对。哇，那不得了啊！你想，他们等于2个老人那时候要养10个孩子啊。哎，对。10个人现在都还在吗？全部在。哇，你们这个家庭发迹的不得了啊！那个奶奶在哪儿采茶呀？我想去看看。我带你去看看了啊。去看看那个奶奶。说你的话，以前也是在外面打工哈。我也去了9年。在外边9年。现在呢，就是年龄大一点了，然后就回家来了。也67、8了，也该退休了。现在到赶上要就以前去赶集的话，要走4个半小时。不到5个。以前的话不走下边，是翻山过去赶集，那是不得了。这个奶奶91岁了，她还走这个路去采茶。你要城里面的老人，他走这个路都不行了。你们这水源还不缺哈，这半山腰都有水。哎，对，山里有水。他们下雨天大了。下雨天还大哈。对啊，这全部是茶。现在已经能采了，就是没人采，请人来采呗。别人也在采哈。78岁了，妈妈还在采茶。奶奶你好哦。这个奶奶91岁了，你还听得到我说话呀？这么远都。那你耳朵很好哦。咦，看你还精神的很呢。你每天都在这里采茶吗？每天来采茶。我听这个书说，你那时候带他们10个小孩啊。10个嘞。对呀，10个，那么厉害的。好苦哦。那时候确实是苦，但是现在就好了呀。现在好不他们老了嘛。
我看你还不老呢。老了，这老了，叔叔不行了。解放来我得15岁，解放来的那天，我打花鼓、扭秧歌。打花鼓、扭秧歌。哦。那你也会跳舞喽？会呀。会呀。奶奶那时候的经历也挺。你是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哈？那个时候只有2户人家吗？啊，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，我的婆家在平塘那地方。你的婆家在平塘？哦，你来到这边，水这么的底起啊，叔叔啊，对不起呀。咦，你说哪个？我有水的。你们这里称呼是称呼叔叔吗？你们来我们就喊你们做叔叔。就是一个打招呼，一句打招呼的意思。那称呼老人也这么称呼吗？老太。叫老太。老太太。老太太。你哪里来，叔叔？我是从这个遵义来的。革命老区啊。我也在遵义做过几年，这些儿子去打工这个临时生。我在去年是在家。哦。在那地方借房子不借不破，那地方好。哪个家来望我们那个大厕所，前顶矮后顶坡。前顶崖后顶坡。哎呦，这地方好哎，真的好哎。我们做了庄稼，猴子都到处去。那些崖壁上有猴子吗？有。平时能不能看到？看得到，它不走。那幸好你们种的是茶叶，要是种玉米的话，我估计他就要来搞了。来，是吧？你在这里要干多久啊？要干到黑。干到天黑啊？你不累啊？干到天黑，干这么多时间？不累。不累。奶奶姓啥呀？我姓周。你跟我一个姓啊？你都姓周啊？我也姓周啊，跟你一个周。好，叔叔。好。那是我亲家人。是亲人呐。家门呐。家门，对，家门。哎呦，好得很喽。那这个地方的周家没得好两家。哦。我有时候我慢慢的想呀，我们这个周家为什么少成了哦？不少呢，百家姓里面排前几呢。放电话呢？你来收茶叶是吧？每天都要拉出去啊，放在家里就不行。最小的。他多大啊？你的41岁。40多岁了。他50岁才生你吗？40多岁。他都50岁了。我也喊你陪在家。哦，他是跟你住的？哦。马上来嘛啊！好。好，你先拿去卖。你一天可以采好多茶叶哦？一天采得2斤3斤重哦。2斤3斤。这个卖多少钱一斤啊？香烟的很哦。香烟的很。今年这个起初刚才卖60卖到44、刚才到你看10几块喽。哎呦，叔叔你在遵义那地方来呢？遵义，对。今天。哎呦，切不腻，挖不腻哟，不腻鸡蛋滚溜皮哟。我今天家门到，今天竟然有家门来了啊！不，你今天家门到，好像天上落来你哟。哎呦！你是不是嘛？那才你到闯我这个家门了。我们这个地方周家又没得周家，都啥有家。周家人多，只是你不晓得。我不晓得啊，我们那边上1000个人的寨子都好多。我想我家，是吧？我们周家又少，周恩来，我们周家都有这个都有伟人哈。大伟人在这个里。周恩来嘛那。对。里面只是在想到这个周家人少。咦，人多得很。你没有到人多的地方。那你现在还去那个平塘那边吗？去啊，我的外家在平塘啊。啊，也经常去啊。你10几岁嫁过来的？那个还没嫁，老人带来这个地方，老人过20罐，20罐是过没到20罐就死了。
有点冷啊，你要加衣服吗？不要感冒了。刮风了有点冷，奶奶把衣服穿上。你身体还好得很呢。腰杆咋闪到呢？哦，你走路要注意啊，90岁了呀。楼上下来没注意哈。哦。所以我你说我的腰杆，你知道我腰杆嘛？减负嘛，嗯。哎呦，帮你扣，都要扣起吗？都要把它扣起吗？扣嘛。好，可以了。嘿嘿。出来有点热。我到深圳那地方做了几年。你深圳都去过？去深圳、广西，我有女儿家在广西。你自己做茶吗？就是自己炒吗？我没炒，我就在他们的那买。我就在那底下碰到他的嘛。碰到他，我就到他家去耍嘛，耍了之后他说的是，他妈妈都还在呀，91岁了。哎，我说的是我去看哈。那奶奶，这个东西我拿给你哈，这个东西我拿给你。这个是酒，这个是天麻，开水来泡起之后，第2天拿来炖鸡、炖鸭、炖排骨都行。这个是酒。我要这个不要这个。哎，这个都拿给你。你看我们有缘了嘛，都是一家人，是不是？是真正的。我拿点东西给你也应该噻。哎呦，哪恩情咯？应该的啊，一家人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用送我，那我先走了，奶奶，我先下去了。好，我先跟他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忙你的，你先采你的茶。这个奶奶呀，已经91岁了，你看她的身体啊，真的是特别的硬朗，而且说起来呢，跟我还是家门。她挺有感慨的，就是他们这里姓周的人比较少嘛，所以很难能够遇得到家门。遇到一个姓周的，你看她就感觉把我当亲人一样的啊，特别善良、特别慈祥的一个奶奶哈。大家不要觉得他们居住在这个大山深处，因为这里资源比较丰富，每家每户呢都有茶叶可以卖。你像奶奶90岁了，在这里采茶叶，她一天还能挣100来块钱呢。再加上他们的山林土地也是非常多，所以说即使不离开这个地方呢，也能够做到生活富足。整个村寨建房子的位置大概900多米，是人类居住的黄金海拔呀。所以你们看，奶奶已经91岁高龄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根本就不像90多岁的人。这个村寨呢，全部居住的都是布依族，而且这里有1半的人呢，都是91岁奶奶的后人。我听说过以前的老人呢，孩子都比较多，每家可能10个甚至10几个的，但是呢，所有人都能长大成人的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，真的是超级佩服这个奶奶。现在我已经下到河边了，朋友们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原生态了，不光是山上的布依族村寨有看点，这一条峡谷一路上来都是美景如画啊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黔东南的丹寨县，听说这边有一口打骨井啊，非常的神奇，只要人在井口一喊呢，里边就有水流出来，是不是特别的神奇？有朋友呢就在网上评论说，你这个肯定是有几个人在山那边轮流放水，你这边呢才喊得出来。这到底是真的有人放水，还是大自然的神奇现象呢？咱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打骨泉所在的村庄。看到后面没有？这里正在修高架。据说这个高架呢，就是修的游客接待中心。是在这个山的山脚下吗？还是在腰部中间哈？
我们那边也有一个这种，但是我们那边那个它一天只出来3次，所以你没运气的话，你根本看不到。它有时候一天只出来1次。对，你们这个是肯定能看到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打鼓泉，它其实也不是在山脚，在偏腰部以下的位置。后边这个山呢也不算大，看一下吧。就是这个亭子里边哈，以前是露天的，现在才盖这个亭子，盖了个亭子哈。哎，现在是流着水的。哎，这运气也好，现在敞着大水。现在这个水比较大。它等一会儿的话，它这个等一会儿它就小去，会小去啊。我们看一下它小去。啊，它这个呢也会咚的一声，水要下去的时候，就是它水要往回走的时候会咚咚咚响来。就是水缩小去，准备大水的时候，那个就听那个。咚咚咚咚的这种响声，然后就大水。那证明这个水是从地下冒上来的，不是上面过来的。也不知道从哪里。很多年前就这样哈。哎，开始小了吧要？现在开始小了。已经有声音了。哦。咚咚咚。小了，你看现在都断水了。对，马上它就回去了。等一会儿它又涨了，你看这里都没有水了。对呀，它直接要干掉嘛，就是这里水也只要全部沉下去。出来了，马上又出来了，相当于这个才隔1分钟。隔个1-2分钟。这马上又出来了。其实这个就是间歇性出水啊，根本不需要喊。天然的，那也就是说来玩了嘛，就是来玩，喊一下，喊一下，就喊一下打鼓泉出来了，就喊一下嘛。对。这水可以喝的。可以喝的。有，我们都经常喝的。这个有一股那个甘甜的味道。其实就是地下水了。是。对吧？就是地下水。地下水啊。它这个听那个声音的话，就咕噜咕噜往上冒。如果你平缓流过来的话，没有声音的。又要开始回去了，开始小了。它出来大概就是2-3分钟，2分钟，然后又回去1分钟左右，又出来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响声响的挺久的。来啊回啊，它这个响声都比较大。蛮明显。这个等于说你们记事以来就这样。我们长大了就看见这样了，就一直是这样啊。这里边竟然还有虾。有虾，有虾。这里有个小虾。有虾，还有那个螃蟹，小螃蟹。给他看一下这个小虾。可能钻石头缝去了。这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。还不止一个，你看啊。多了，蛮多个的。这里边还有小虾。有小虾。小螃蟹也有，但是现在它可能冷了，它躲了。那大家看看这个水，确实是非常的清澈。我在这里一会儿来了3个轮回了。来这里蹲的久了有沉一样，还来大一点。大得多。这个打鼓井的这种自然奇观呢，确实是原来就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人工干预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地方的地形。
打鼓井的位置啊，是在这座小山屯偏下段的位置。我们看一下整个的这个上游啊，有一条河流，大家可以看到上游有非常多的农田，对吗？再往上走一点呢，就是丹寨的县城。整个打鼓井的位置呢，比上游这些水位都要低。那我觉得看到这样的地形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种自然现象哈，并非是人力干预。但是呢，我和很多的朋友啊，也有这样的疑问：如果说是从上游流过来的水的话，基本上就不太听到有响声，对吗？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打鼓井的这个泉眼这里啊，大家也听到了，就是这种声音呢，它是水流往下回流的声音，它要上来的时候呢，也是往上冒的这种声音。所以这里边的水啊，它不见得是上游的河水，可能是地下暗河的水往上涌。那么这种自然现象呢，确实像很多朋友们说的，好像有人在开关放水一样的，它可能真的是这么回事啊，只不过呢，它是自然现象。或许在这个山体的内部呢，确实有那么一个阀门，里边的水装差不多了，这个阀门呢自然松开，这个水呢就出来了。然后水出来差不多了，到这个临界点了之后呢，这个阀门又关上了，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自然的开关啊。懂这个原理的朋友们呢，你们可以把图纸画来放在评论区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搞明白啊。大家在网上呢都会看到那种视频，就是人到那个井口呢喊一下呢，这个水就出来了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只是让大家觉得好奇的一个因素，其实是不用喊的哈，它就是间歇性的出水，间歇性的回水。不过呀，大家要到这里来看这个神奇的景观呢，要尽早啊！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？前方那儿呢正在修建游客接待中心，好像是有一个老板在这里投资旅游开发。要来看这一地质奇观的朋友啊，要抓紧时间哟，不然以后可能就要收门票了。在贵州黔东南丹寨县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村庄，一条河流呈 S 型环村而过，将村庄呢分为了几个小组，每个小组啊都是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真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呀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丹寨县的石桥村，看到这条河流没有？蜿蜒曲折的环村而过，真的非常的美。那我们今天到这个村里来干什么呢？并不是带大家去逛村子啊，这个村中呢有一项遗传了几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，什么呢？古法造纸。而且他们这个非遗的造纸基地呢是在山洞中。大家是不是很好奇，造纸为什么要选在山洞中呢？而这里流传了几百年的造纸工艺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呢？怀着诸多的好奇和疑问呀，咱们今天就去山洞中一探究竟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穿洞的位置啊，这里有路牌，里边呢还有一个天生桥，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。这边呢就是一个穿洞，这里呢还立了好多的标牌，包括这个教学的实践基地啊之类的。好像没造纸嘞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纸张，这挺漂亮的哈，看去呢栩栩如生。这个书说呢，这里现在没有造纸，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大家看看这个里边啊，非常的漂亮，一条暗河从这里边流出来，特别的美啊，特别壮观。上边呢还有很多的石笋。那么他们的古法造纸呢，这里就是工作区啊，这里一个山洞的洞口。那现在呢，很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去造去了。这里呢也不是仪器啊，这里可能也在造。因为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还有好多的工具都在这里的。我们进去看了一下哈，穿洞这儿现在暂时没有造纸，别的地方有在造，我们去找这个造纸的地方去。这个寨子里边好像有人造纸，咱们去看看。那写有一个纸字，我估计他们家在造纸啊。这边这个怎么感觉像民宿啊？外边那么多空调。哦，这边就在造纸。啊？看一下吗？啊，可以看。这是属于小型的造纸是吧？啊，对。你们是学生吗？啊，对，学生。就实习的。啊，对。
你们这个有完整的工序吗？就是这里的话，有啊，可以讲解一下吗？小吴，你跟他说一下，我们去抬这个桌子。去抬啥呀？抬桌子。需不需要帮忙？嗯。一般我们就是先采构树皮嘛，然后这就是裁好的构树皮。啊。因为它可以晒干了以后，这些构树皮是可以长时间放的。然后你要用的话，你就拿一些，然后在这个锅里面去。这是已经煮好的，然后。这里是煮好的。就是用那个干构树皮，第一步就在这里面煮是吧？也不一定是用干构树皮，它晒干是因为好存储。经常有人来研学嘛，你不可能一有人来你再上山去砍，所以一般都会这些构树皮都是应该是买的。煮的时候会放一些什么草木灰漂。草木灰。就是里面有碳嘛，吸附，然后它就会变干净变白。然后弄好以后就会打成纸浆。它打好以后，打碎了以后，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药水，就是因为纸浆嘛，它打好就像棉碎一样，像棉花一样是一团一团的。对，把它那个驱散开，然后就会加那个药水，那个药水一般都是那种芦荟啊、仙人掌这类都可以，大概就成这个质量，然后就可以操作了。你拿这个就是小的这种。对，小的这个可以下。这里呢就是你们学生搁这儿研学用的。人少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店。这里边都已经有了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个。这样弄出来晒干就是纸了。是的，但是我们一般来研学，他要马上带着嘛，然后就会用那个机器。这些就是你们自己弄的吗？那这个颜色是怎么上去的呀？是那个大漆你们把那个大漆弄在水里面，让它自然的流动。你感觉图案已经不错啦，可以了，你就可以把纸覆盖上去，然后拉出来就成这个样子。等于每一张都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每一张都是不同的。这个卖吗？多少钱一张？一张都40。那这个主要是他们买去是干嘛的呀？他们买的是画是280。就是主要买画。对。这就好了。这做废的，不用管它。这废的。废的。你这些都做废了吗？这些？这是好的，这废的。这个是废的。这个是你刚才外面那个模具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个12星期的模具。你这种写字的话就不行吧？写字，这我觉得主要是用来装饰的。主要装饰啊。这个崖壁下呀，也有一排造纸的工坊，咱们到这儿来看一下。刚刚我们看的呢是他们学生搞这个研学的那种小的地方。你像这边的造纸的话，就是专门造来是要出售的，以纸为主的。看看这个造纸工坊，就是建在这个崖壁的下方。这个就一张一张的造好了。这个会自动分层的吗？自动分层哈。这个可多了，这个这我得亏算啊，这亏去。老人家就在这里清理这个。清理这张。这个是泡过的是吧？这个是煮过的。煮过的。对。那你要清理什么东西出来啊？清理杂质嘛。渣子哈。清理不好的这些。就让有烂的。这个就不能要。这个是外面的皮哈。这个是干构皮拿来煮过的。
煮了之后清理一遍呢，就给它打成渣是吧？哎，打成浆还没得早点啷了。啊，打成浆之后，就是他们那里在弄那个。哦，这样子贴在这里的。它外面那个弄好之后，就是拌干的时候来贴上面吗？像这种纸的话，拿去卖大概多少钱一张？几块钱一张？它主要拿来做什么呀？这个纸，写字吗？2条流水线，就是专门拿来烤纸的。那么他们这个从那边池子里面把那个纸弄出来之后呢，就稍微干一下呢，然后一叠呢就放在这里，然后一张一张的撕来贴在这一块加热板上，然后呢再烧火把这里弄干呢，这个整个工序呢就算完成。那烘干好的皮纸呢就在这里一扎一扎的。像这里的话，就是正儿八经的造纸的一个工厂。那么石桥村造纸呢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古法的造纸工艺呢，直到今天呢，都还在传承。现在呢，是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技艺。我们虽然看到他们的步骤并不复杂。就是用干的构树皮或者湿的构树皮煮熟之后呢，然后再进行挑选，再进行捶打之后呢，放在水里面进行溶解，然后来做纸出来。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工序，但是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细节呢，都可能导致这个纸的品质呢出现较大的问题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操作的因素啊，对纸张最终的品质呢影响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这样弄纸出来的师傅呢，都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师傅。我们特别欣慰的是，看到了现在的大学生呢，也在来从事这一项工作，可以说看到了2代人的这个传承啊。我们这些传统技艺呢，都在不断的延续，给保留下来。但这里呢，远远不止造这一种纸哈。据他们的记载的话，可以造10种不同类型的纸。所以说，这个造纸技艺啊，是非常非常的精湛的。石桥村造的纸呢，还被国家图书馆、文物馆呢用来修复唐代啊、宋代啊、元代这些时候出土的文物古迹。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画家、书法家呢，也会用这里的纸来写书法和画画，因为这里的纸写的书法呢，可以保存1000年不坏啊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来到石桥村，感受一下这个传承了上千年的古法造纸工艺。在黔东南台江县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个村庄坐落在半山之间，非常的漂亮。远远看去有上百栋的木质建筑，这些建筑呢错落有致，非常的美观。当我们把无人机飞近了一看，发现很多的房屋呢已没有人居住，整个村子呢看去有些萧条。我身后这里呢就是台江县的排略村，是在山腰上的一个村子。这是进村的主要路道。看这个路道上边呢，就感觉走的人相对比较少。有很多朋友啊，喜欢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，说这种住在偏山上段的村子会不会缺水？哎，你们看到这个水流，大概有感觉了吧？一般来说都是山高水高哈。这些房子大多都上锁的。你像这一栋房屋的话，也是废弃的。这个上方可以看到，这一片房屋呢都没人居住，看起来房子呢也是非常的陈旧啊，就是包括上面的瓦片呢也都没有进行翻新了。你看这些都挂着，就表示它外边有这个安全住房了。哎，这里还有狗叫呢。这一串房屋非常的大哈，过去呢有10来间，但是这个房子呢也都是废弃了。然后包括这个村里边的这些串户路呢，也是不太有人走啊，整个看去呢布满青苔啊，或者说很滑的这种感觉。大家可能想不到啊，这么大的村庄现在是几近荒废的一个状态。这个上面有没有人啊？咱们找个人了解问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吊脚楼大家看看，
让你们在这个上面睡觉，你们敢不敢？这正儿八经吊脚楼，就是几根柱子把这个边上给撑起来了。哎，吃饭了没有啊？喝酒啊？没有喝酒哦。没有喝酒啊？哎，到你家要喝酒。哎呦，你抓个鸡干嘛呀？这个说想跑到什么家去？好大一个寨子哈！啊，房子怎么好多都烂掉了？哎呀，这个说新房子，这个旧房子都不要了，这个都是外面搞新房子去了哈。那个到台家啊，到全部都在外面去建房子了。外面搞一下。过两个吃点饭。不吃，谢谢。来嘛，不吃不饿，酒也不能喝，开车呢。开车就喝一点嘛。开车喝一点那不行啊。来嘛。不用，谢谢。再坐着聊一会儿就行。这个上寨有多少户？上寨100户有吗？整个上寨有啊，有100多户啊。嗯，在家的。现在在家。都没有了，全部跑到外面去了。等于你这一片肯定也有几十户，但是就你们3、4家人了。以前这个村也挺热闹的。对呀。现在年轻人们都走了哈。是吧？年轻人就走了，这个我这老人我就不走了。你们这里每家每户的土地应该不多啊，一个人几分田哈？4分。一个人4分。4分到5分。那在家里种田种不了，那肯定得出去啊。4、5分地，一个人的话种不了多少粮食的。种不了啊！啊，最高要7、8倍斤。那关键是养过3过去吃，那就不够吃啊。对。这干旱来又没有办法。这会又没有的。会干旱吗？也会干旱的。有啊，这干旱又是我们地方这干旱的这干旱最厉害啦！一干旱就没水。没水啊！现在还有这质量水，就来喝。现在都一点水都没有喝，都到这里挑一点来喝。他们这个山也不算厚啊。然后这个书跟我讲的，这个水井呢，就是他们村里面的老水井，以前100多户人家都是在这个水井这里来挑水。这就是排略村上寨的他们的古井。那你们看看，这里还有2棵神树，他们还有挂红布，也是乞讨这个水源一直有的这个意识。那么在很久以前，没有通自来水的时候呢，这口古井呢也是养活了村里的几百口人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没有通自来水的时候，这条路上呢来来回回都是人，大家都要挑水，人也要喝，然后这个牲畜呢也需要饮水。刚刚呢也跟这个村里的那个叔聊了一会儿啊，他们这里呢现在确实是人比较少。原先可能这个上寨就有100多户，然后现在大概就是10来户、20户吧，就大量的这个房屋呢是没有人居住的。这种情况呢，其实很多这种山里面大的村庄也是不可逆的，只要它的交通不方便，不能进行旅游开发的话，基本上也保不住。为什么呢？人口太多的情况下，田土只有这么多。那这个书也讲了，他们这里人均的田呀，大概就是4、5分地。那你要想一下，4、5分地的话，其实是很难养活一家人的。按现在的这个人口来算，一家人呢可能有5口、6口，但是呢只有2、3个人有土地，相当于说你1亩多地要种田来养活一家人的话是挺难的。所以现在就很多的年轻人他必须离开，他不离开这个地方也没办法，人太多。资源太少的情况下呢，就靠现有的这些土地资源的话，确实是很难养活这么多的人。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山体石门是哪里吗？它就是位于重庆奉节的汉奎门。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过山门外是什么样子，今天就给大家飞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汉夔门因与长江三峡自然景观夔门相似，因此得名汉夔门。两边高约600米的绝壁在两山之间形成了一道400多米宽的天然大石门，被地质界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山门。汉夔门外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地质奇观，穿过汉夔门后可以进入一条3公里长的迷宫河，河谷底两岸树木茂盛，四面被绝壁环绕，在河谷底很难分清方向，因而叫做迷宫河。在迷宫河里有一处奇特景象，半崖壁有一处飞泉，飞泉的下方有一处大约5亩面积的碧绿深潭，大约每隔10来年就会突然持续喷出数十米高的水柱，响声如雷，10里开外都能听见。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叫做泡泉。据相关专家解释这是一种地下间隙泉涌现象。门外的山上有一处观景台，我认为这才是拍照打卡的绝佳地方。可惜很多人不知道，也不会来到这里。我身后那里呢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乐山大佛，它的高度有71米，肩膀的宽度呢就有24米，耳朵的高度都有7.1米。我们注意看，这尊大佛呢，它是坐着的，要是它站起来就更加的不可想象。乐山大佛已经守护乐山1300年，在那个年代有如此精湛的石刻技术，非常的了不起。那么乐山大佛又是如何建成的呢？我们看这里的地形，处在一个三江汇流之地，右边是岷江，前方呢是青衣江汇入大渡河，正对着崖壁冲过来汇入岷江。所以在唐朝的时候这里水流非常的湍急，又因三江汇流，暗流涌动，尤其到了雨季船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。在凌云山上的凌云寺里，有一位从贵州来的云游僧人叫海通禅师，每天看到这样的苦难，心中十分的不忍，于是他发愿说，我要在这里建造一尊全天下最大的弥勒佛像，旨在以佛的慈悲之心平息江水狂躁，保一方百姓平安。为什么是弥勒佛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武则天的推动下，全中国都很盛行弥勒崇拜，而且弥勒佛呢也是象征着希望的未来佛。然后海通开始四处筹集善款，3年之后呢带回了一大笔钱财，但是也引起了贪官爱难得的垂涎，跑来跟海通禅师索要贿赂，当然是被严词拒绝了。海通禅师说双眼可挖，佛才难得。爱难得恼羞成怒说你把你的双眼挖出来给我看看。谁知道话音未落，海通禅师真的就把自己的双眼深深的给抠出来，递到他面前。贪官当场就被吓呆了，瞬间就感觉自己身上罪孽深重，于是反过来帮助海通禅师在这件事情上四方奔走，也为自己呢忏悔赎罪。在海通禅师这种强大的感召力之下，更多的人加入进来，终于在公元713年正式开工，场面非常的壮观。数年以后，海通禅师病逝，整个大佛已经初具轮廓，头部到肩膀呢已经雕琢完成。我们看到大佛头上1051个螺髻，其实呢就是单独用石头雕刻好以后再镶嵌上去的。整个佛头也刻意的把它做得比周围的山体更高一些，这样呢更加的雄伟。大佛的2个耳朵其实是用木头做的骨架。这个时候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当年那些经常沉船翻船的事故呢竟然越来越少。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这些正是人们的善举结出来的善果。因为这么大的一尊佛像，必定要在山体上开凿下大量的石头，
这些石头沉入江中，慢慢的呢就把江底给填平了，自然就减缓了水流的速度。这也正是海通禅师的真正初心和智慧。后来啊，有一个叫张筹坚穷的剑南节度使来到这里，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，拿出了自己的俸禄20万，然后又奏请朝廷调拨盐麻税款800万，继续把大夫的肩膀和膝盖呢做好。再后来张筹坚穷调任京师以后啊，工程又再度的停顿下来，这一停呢就停了长达40年之久。安史之乱使整个唐朝一直都很动荡，直到公元784年，有个叫韦皋的西川节度使来到这里。韦皋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，他本人也是，甚至于他家的鹦鹉都能念上几句佛经。于是韦皋拿出了2年的俸禄40余万，再加上朝廷的支持，一直把这个伟业呢继续下来，直到公元803年才大功告成。经历了整整90年的风风雨雨，大佛才正式修建完成。而大佛建成以后，一直就传言说里面藏有宝藏，1000多年来不断的有人来此寻宝，大佛也被损毁严重。上世纪60年代才对整个大佛进行了全面的修整，而在1962年真的在大佛身上找到了藏宝洞，可惜早已空空如也。佛是一座山，山是一尊佛。乐山大佛的建造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，涉及到古代工匠的智慧和当时社会的集体努力，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的象征。它的前世今生都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